作环节啊。下面的话呢，我们可以拿出上节课的这个身体的部分，然后开始制作它的这个鞋子。鞋子制作完之后，我们做裙子，裙子做完之后，我们制作上衣，上衣做完之后呢，制作胳膊，好吧？按照这个顺序来，大家不要着急，先拿出我们的身体。现在的话呢，在我们制作之前，如果你觉得就是做起来不太方便啊，就是你单独去做腿不太方便的话呢，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这个刀片去把它们就是齐齐的去给它们裁开。就是如果你们觉得不好，就是因为它两个腿就是放在一起吧，所以说你在粘的时候不好粘的话，你可以去把它们切开啊。这个是比较常用的一种，很多人做的时候都是等它干了之后会把它切开，最后拼到一起的。然后取中间的一个值去把它均匀的切开，这样你们在制作鞋子袜子的时候就会方便很多。我们到时候再给它们拼贴到一起就 OK 了。分尸现场，好了，现在的话呢，我们已经给它分成2半了，然后现在就可以开始进行一个鞋子的制作了。那如果你们不喜欢给它分开的话，你们觉得方便的话，这样也可以，不用拆，好吧？不用拆啊，这个仅限个人一个情况。下面的话呢，咱们要来开始去把它的腿给它就是削一下，首先从膝盖到它的脚底，这个不是膝盖到脚踝是属于2厘米的。那现在呢，咱们在1厘米的地方，从脚踝到1厘米的这个地方去把它多余的腿先给它切掉啊。拼不上去怎么办？怎么能拼不上去呢？到时候用那个白乳胶一贴就贴上去了呀。怎么会拼不上去呢？好，这块的话一定要左右整齐一点啊。差不多1厘米的地方，现在干透了，它切的时候会非常的容易有棱角。然后你们之前不是学过微缩嘛？学微缩的时候用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切割刀啊，拿出来切也是可以的，那个切起来会更容易一些。啊，那这个的话，咱们就要用白色来代替刚才的这个脚踝的部分了。现在的话呢，咱们现在开始进入到一个鞋子的制作啊，有点惨不忍睹，我就不放在这里了，就稍微往上放一放。啊，你们要是不习惯的话，就不用切啊，不用切，不习惯不用切。下面的话，大家先拿出就是自己喜欢的一个粘土，就是随意就可以了。你喜欢啥颜色你就用啥颜色，好吧？不一定非要局限于这个颜色。那我这里再强调一下，就是咱们今天的这个鞋呢，我相信很多同学都会做，就非常的简单，没有什么难度。那今天的话，我们稍微做一个有一点难度的一个小帆布鞋。就是差不多类似于这种情况，咱们一般市场上见到的鞋多数都是这种吧，除了那种什么老爹鞋啊，那个可能有点难，像这种是比较大众常见的。那我们就是制作一个特别小的鞋子，我们该怎么去表现它的细节呢？我们首先先来开始制作啊，先来开始制作一个小的，然后我再给它放大，然后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大的。首先我们随机取出一块你们喜欢的鞋子的颜色，赤橙黄绿青蓝紫随意，然后给它搓成一个长条。啊，马丁鞋吗？马丁鞋的话呢，我记得就是有一节就是正式啊，不是那个那叫什么来着，高阶课程日漫风的那个正比人物，有一节课是专门教你们做鞋子的，就各种各样的什么皮鞋、小白鞋、马丁鞋，什么鞋子都有。哎，你们到后期就可以见识到了。我们现在前期先了解一下，为后期的鞋子制作先打一个基础。好，现在呢，我们给它搓成一个长条，粗细程度的话呢，就是尽量给它把控在与咱们的这个小腿肚这个粗细差不多，或者是比它稍微粗一点都可以，跟它差不多，或者是粗细差不多都可以。那节课你上了是吗？哎，我的遥控板呢？我把镜头拉大一点。现在的话，咱们把这个鞋子做成一个1厘米左右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1厘米左右的一个小鞋子，用你的手轻轻的看这样捏一捏，看到了没？这样轻轻的捏一捏，捏完之后呢，去把它的脚后跟给它推出来，慢慢的就是推。
然后放在桌面上看一看这个鞋子会不会偏大了，差不多在1厘米就可以了。对，各种鞋子都有，咱们现在就先了解基础简单的，以后我们再做复杂的，千万不要就是在我们的进阶课就想要学高阶的内容啊。现在的话从侧面看它是这样的一个造型，那我们需要表现的第一点呢是需要把它的这个脚后跟的这个90度夹角推起来，这个跟我们就是第几节课来着，就那个绿色的小精灵那节课特别的像啊。先把它的这个脚底板掐一掐啊，脚底板是平的，脚后跟是90度的一个小夹角，然后脚掌前面的话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尴尬，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块，它的整个鞋子的话呢，是一个向上往下的一个造型。你这样去把它概括出来，你看它这个就是越来越薄，你看一不一样？差不多就是越来越薄的一个趋向。所以说不要把鞋子做厚啊，脚尖这个地方可以稍微再薄一点。好，那下面的话呢，就看大家想要做一个普通的小白鞋，还是一个高帮的鞋子，就是那种高帮的帆布鞋。然后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就是切掉多余的这个部分。好，切掉多余的部分了，然后拿出一个合适的玩棒工具啊，就是拿一个合适一点的就可以了。这个是4个工具里面的第二个啊，你们也可以拿第一个，放在我们的这个刚才修剪的部分，放上去之后。用你的手轻轻的怼一怼。小白鞋是我的最爱，我的鞋子几乎全是白的，只是近些年突然间就是买了几双黑色的皮鞋，但也不咋穿，没白鞋耐穿呢。啊，简单的给它按一个这样的小凹槽，这个主要是为了方便后期我们要与白袜子去进行一个衔接，然后一定要边缘一定要给它处理工整了。你看这块边缘就是特别薄的那种，边缘一定不能太厚，不然你后期放袜子就不太好放。你看这现在的人呐，真是越来越少了。好，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的。做完之后一定要调整一下整体的一个形状啊，就是这种样子。我的作业差了一大截，尴尬。你是差了多少？哎呀，这鞋子做大了。啊，做大了没关系，给它改小一点。对于如果想要把鞋子改小一点的话呢，就是你们在修剪的时候把剪刀就是这样倾斜着去给它剪一刀，倾斜着去剪，那你修剪的痕迹呢，它就会在下面，就不会在上面了。啊，尽量可以就是与腿放上去去比对一下。弄好之后，把边缘的这个棱角调节一下。好，差不多之后呢，一般它的鞋子的前面就是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鞋子啊，前面都会有一个白色的那个什么玩意儿啊，咱们可以用这个刀片给它就是划一刀。然后呢，鞋子的这个大家以后要学会自己去分析啊，大家就可以看一下，就是它的这个鞋子的侧面的这个部分它是凸起来的，那中间的这个绑鞋带的它是凹进去的，所以说你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不用去制作它那个就是侧面的这个部分，你可以不用做这一部分，你可以直接用刀片在它的这个侧面把刀片躺下来。你看它的一个就是高低起伏的那种感觉，它自己就可以给它按出来，看到了没？自己就可以按出来，所以说你不必要非要去给它表现出来。然后接下来的话做好之后，我们来把它那个就是白色的脚底板的那个鞋底给它制作出来。Hello， 小雨年年。行，小雨今天迟到了，没关系，没关系。把谁忘了？把刘小兔忘了吗？没有忘，我怎么可能会忘？
我那个碗棒找不到了，我找一个比较小一点的，来戳一个洞啊，不然我后续没有办法放那个白袜子。然后接下来的话，这个白色大家就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啊，差不多就是一个就是红豆粒大小的。不要扰乱我的思路，让我好好上课。啊，搓长条，按扁。然后这个鞋底的话，看你们是想要做多厚的，那不是还有那个什么松糕鞋啊，什么各种各样的鞋子嘛？你们根据自己的喜好去决定它的一个宽窄就可以了，决定它的一个薄厚以及宽窄。啊，给它贴上去。贴好之后的话呢，其实细节还不算就是处理完成了，我们就是给它的边缘的部分看好了啊，边缘的部分你用这个工具轻轻的按一下，然后边缘它那个棱角就出来了。好，然后把边缘那个棱角感给它塑造出来，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去把它那个小鞋带给它绑上去。小鞋带的话呢，用白色的粘土把那个鞋带给它绑上去。首先我们先要擀一个粘土片啊，擀一个粘土片。好嘞，该认真做饭的认真做饭啊，该上课的认真上课啊，不要打乱我的思绪。好，接下来的话呢，还是一样的老方法，用我们的刀片啊，就是切一个特别细的啊，我们要多切几个，因为今天是要做2个鞋子嘛，所以说要多切一个。好，给它放在旁边，让它晾干就可以了。啊，我们现在的话呢，先来粘这个，我来拿一下我的棒针工具啊。如果你们想要更加增加细节的话，你们可以在这里可以简单的先给它就是戳几个洞都没有问题。1、2、3，给它戳3个洞啊，3个小洞洞。然后把我们的这个给它放上去。啊，粘土这个时候真的要看粘土膨不膨胀了，有时候太膨胀的话，你刻画的细节就很容易被刻画没了。好，把它扎进那个洞里面，扎进去之后呢，把这个给它翻过来，把另外一条给它翻过去，然后再把这个翻过来折上去。啊，就是按照这样子的。啊，这样它的一个鞋带就算是绑起来了，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可以给它，可以给它安装一个蝴蝶结在上面了啊，可以给它安装一个蝴蝶结上面了。我觉得我做了一个花盆底，这谁还这么溜啊？兔兔丫还这么溜，做了个花盆底。我们把它折过来吧，折过来，然后把多余的给它剪掉。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就是用这个粘土打一个蝴蝶结，啊，打一个蝴蝶结，就是翻转一个，然后我们再翻转一下。好，这样的小蝴蝶结就做好了。然后我们给它沾一点点的这个白乳胶。此时我的桌子上全是白乳胶，随便我用。哎，又是一瓶白乳胶翻了，给它点上去。好，差不多就可以了。啊，这个只是你们要再把鞋子做大一点的话，用这个方法会更好，因为鞋子太小了，就是没有必要去做这么多细节啊。你们以后要做一个比较大一点的鞋子，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进行一个制作。好，下面的话呢，我们来把它的这个袜子给它进行一个穿戴啊，把它的袜子穿上。
这个的话呢，就是鞋子有点小啊，我们其实应该做的再大一点点。但是今天的案例也就只能配这么大的鞋子了。然后我们来搓一个小细条，那这个细条的粗细程度呢，也是要差不多跟我们的这个啊，要比这个稍微细一点点，要比那个稍微细一点，然后给它穿上去，稍微粗一些吧，太细了。Hello， 璎珞，可能若若你打个喷嚏就把我的鞋带给打跑了。好，给它穿好。穿好之后的话呢，边缘的这个地方要用手去整理整理细节。好，接下来的话呢，你看这鞋子就很高了，立马我跟你说，这个人啊，人都立马都变高了。我跟你讲，啊，还有很多的细节，比如说像它的这些就是走线呐，就是这些小的走线呀，还有就是鞋底板上面的一些走线纹理，你们都可以去刻画一些。啊，咱们从它的这个脚腕的这个部分啊，脚腕的这个部分，差不多在1厘米的地方去把多余的给它去修剪掉。修剪掉之后呢，用手给它边缘掐一掐。啊，南京西西真的是，你们客户自己搞一双啊，然后我们来找一个就是小鞋子给它，哎，找一条腿给它穿上去。然后这个鞋子的话呢，一般女生的话呢，为了显得它可爱的话呢，都是那种内八的那种感觉，就是有点内八，鞋子就会往里稍微弯曲一点，它不会就是外八字感觉像男生，就稍微往里，鞋子稍微往里弯一点点就可以了。然后粘好之后呢，它的这个袜子比较宽，然后你如果不喜欢的话啊，你可以给它们变得粗细一样。来看一下我的鞋子有没有粘的歪的过分啊，啊，就是这个样子。然后用你的手在它们衔接的这个地方啊，慢一点，轻轻揉，让它们充分的揉合、粘贴到一起。边缘呢一定要工整啊，像不工整的同学呢，可以用工具稍微就是这样轻轻的给它怼一怼，把它的边缘都怼齐一点，就 OK 了。然后袜子上面，如果大家想要去加一些什么褶皱呀，或者是一些纹理啊，都是可以的。比如说，我来拿一下我的刀片，像袜子上面的话呢，一般都会把这块绕一圈。好，绕好之后竖条纹。所以说，想不想加细节的话，看你们就是自己啊。轻轻的按压就可以了，边缘再给它搞齐一点，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鞋子。如果你想要再加一些，就是比如说袜子上的一些皱纹啊，一般没皱纹吧？我记得我穿袜子的时候，表面是平平的，没有啥皱纹啊。你想加的话，你可以等一下我们做完衣服之后啊，你学一下皱纹怎么加，你可以自己去加。但一般情况下不需要加那个皱纹啊，鞋子做的有点厚了，简直就是个松糕鞋。好，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们接下来去把另外一双鞋子也给它搞出来。对对袜怎么做？对对袜就可简单了，等一下我给你示范一下。啊，这个不就是有点像对对袜吗？然后我要不这个用这种方法去制作，两种方法，反正这个大家也会了。那我就把今天这个案例上面的这个鞋子给大家再示范一下啊，就是两种鞋子。那因为这个鞋子比较高，所以我把这个鞋子也做高一点。对对袜的话呢，它比较简单，主要就是它的一个宽度要比这叫什么来着？要比腿要粗一点，然后呢，上面是需要加一些皱纹的。那像这种的，就是那种直接穿在我们的腿上的那种袜子呢，就是与我们的身体贴得很紧，那种是很少有太多的皱纹的。对，要压褶，蕾丝边儿，你可以搞一个蕾丝边儿，现在不是可流行那种蕾丝边了吗？然后下面如果想要做就是今天这个案例上的袜子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先取出一块这样的粘土，
啊，先随机取出一块红豆粒大小的，不用特别大，给它搓长条，然后轻轻的就是按扁，然后比对一下大小啊，千万别做的一大一小了。然后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压褶。其实压褶的话呢，它也是比较容易的。像目前咱们 Q 版的话呢，不需要压太多的褶子。啊，差不多给它按扁。然后以后大家在制作东西的时候都可以学会自己去分析。你们想要做鞋子的话，可以去网上去搜索各式各样的鞋子，然后去看一看它的，你就把它分解成不同的一些形状，然后给它组合一下就可以了。啊，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鞋子，就是这样的一个造型，有点像肥皂的感觉。啊，做完之后的话呢，这有点太大了吧？对，你看这做完又太大了。你瞧我这都没有办法做到大小一模一样。我穿的什么鞋？我全是小白鞋，就是那种老爹的小白鞋，还有就是那种平板的小白鞋，就是画面处这种。但是我看别人穿那个黑皮鞋配白袜子，好好看呐。前几天去商场的时候，那鸿星尔克，天呐，挤爆了，人山人海。这个大小的话，大家自己去决定啊。像我案例上的这个小鞋子的直径呢，是在1.1到1.2厘米的一个长度，厚度的话呢鞋子的长度是在1.1厘米到1.2厘米之间，然后厚度的话呢，差不多是一个4毫米、3-4毫米左右的厚度。如果想要按照我这个做的话呢，我跟你说一下这个尺寸啊，你自己做的时候做参考就可以了。然后下面的话来制作一下它这个堆堆的这个袜子。哇，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就穿了个背带裤，背带裤不用穿起来方便。好，下面的话呢，我们来给它搓一个长条。那这个长条的话呢，既然是袜子都堆到一起了，那肯定它的一个宽度呢是要比咱们的这个就是腿要稍微粗一点点的。然后大家可以先去搓出来，然后把边缘给它捏薄。捏薄之后呢，可以就是拿一个玩棒工具，我那玩棒真找不到了呀。啊，找到了，我用小玩棒吧，把玩棒放进去，放进去之后，就是放进去之后，用你的手把边缘摁压一下，穿个1:1。后来买了没有？哼。哎，本来说想要在那个店里面给我爸买个裤子，你知道那人啊，就是排队的那个，没法说，人太多，根本就是你就找不到裤子在哪，你也不知道结账的地方在哪。排队的话得有几十个人在前面排队，那真的是绝了。你看有一个小坑，能够把咱们的袜子，就是能够把腿放进去就可以了。然后下面的话，咱们按照咱们的那个就是袜子，就是刚才切掉的，刚才不是切了一个就是1厘米的这个腿嘛，然后我们按照这个长度去把另外一边给它去切出来。一边不穿鞋脚做多大？一般这个还2.5头身和3.5头身，这个还真的是要看你自己的那个脑袋做多大了。你像有的人做2.5头身，它是这么大；有的人做2.5头身是这么大。那根据不同的大小，你的鞋子也要跟着去进行一个变化啊。这个我还真的没办法给你确定这个具体的数值，你可以拿我的案例做参考嘛。我的这个案例是1、2、3、4、5、6、7、8、9、10厘米的一个高度，然后鞋子的话是1.2，你可以做个参考。好，我们同样把下面这块也给它做出来。不穿鞋的脚做多大？不穿鞋的话也差不多这么大呀。也差不多就是在1厘米到1.3厘米之间，不能再大了，1.5都有点太大了啊。然后下面的话可以把这个袜子先给它简单的就是穿上去啊，先简单的穿上去。你看这个给它往上顶一顶，那不袜子都堆在了鞋子上面吗？你看这，妈呀，这一看就是冬天穿了个贼厚的袜子呀，这么厚，这么老厚，鞋子也这么老大个。
好，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一定要确定好两个鞋子的一个高低的程度。然后下面的话，拿出我们的棒针工具开始进行按压。一般呢，就是咱们的，你想一想啊，就是袜子都堆在了鞋子的这个地方，那这块肯定是有很多的一些褶皱的，所以说你可以把上面的一些皱纹往下拨一拨。我把镜头再给大家拉大一点。把灯给它拨开，稍等，我把灯给弄远一点。好，在这个地方稍微按压一个这样的褶子，按压完之后的话，你看，我们的这个脚掌和刚才按压的这个地方啊，看的有点不是很清楚，从侧面看吧啊。刚才按的这个褶子上面的话，你可以就是再轻轻的啊，就是轻轻的用尖尖的地方可以再按压一下，就是增加它的一个细节嘛。然后这块的话，可以就是搞一个比较大一点的，从正面看这里直接就凹进去了啊。好，然后它下面的这个小褶子就做出来了。如果你上面还想要去添加一些褶子的话，就这样轻轻的，就是粘土给它往上推出来一点就可以了。啊，轻轻的推出一点褶子就行，其实没有必要做那么多褶子，我们轻轻的给它就是表现几个就 OK 了。啊，都是靠推的，就是一点一点的给它往下去推出来的一些小褶子。好，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对袜的一个制作方法。好，然后后面的话，你们想要去加褶子的话也是 OK 的。你看，我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给它包了一个 V 字形的这种小褶子，你看 V 字形的这种褶子，所以说你们以后啊，就是想要做褶子的话，就去网上找素材，看一看人家的褶皱是怎么长的，然后你们怎么去制作，怎么去按压就可以了，都是靠这样一点一点的拨的。好了，下面的话呢，咱们这2双鞋子的制作方法呢，我已经给大家教给大家了。你们还有什么就是不懂的，现在可以来提问，帮助大家解决。解决完之后，来教大家做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点的这个鞋子的制作啊。好，下面的话大家有什么？你可以把左边的鞋子的图去掉一下吗？啊，可以。是看着难受是吗？现在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吗？没有问题的话呢，我来教大家做一个相对来说会偏复杂一点的这个小鞋子的一个制作啊。还有问题吗？没有的话我就开始喽。不过我还要去把左边的这张图给它打开一下啊。Hello， 兔妹妹，我要把这张图打开一下，让大家做一个参考啊。所以说先忍耐一下。首先的话呢，如果大家想要做一个，就这块的话，不论大小啊，如果想要做这么一款鞋子的话呢，首先大家要分析它是有几部分的啊。比如说这个鞋底是一个部分，我们要把鞋底做出来。那第2个部分的话呢，就是属于它的这块的部分了，看到了没？啊，连过来，连到它的这个对面，这个我们也可以分成第2部分。第3部分的话呢，我换一个颜色，就是它中间的这个区域，这个是属于它的第3部分，所以说你可以把它简单的就是概括一下，你就可以很好的去把我们今天的这个鞋子制作出来了。那下面的话呢，我们来开始去简单的制作一下。首先的话，我们可以先拿一个白色的粘土，先大概的去打一个底部，就是鞋子的这个鞋底的部分啊，这个鞋底的部分，我们先把这个鞋底先给它搞出来。就是搓一个长条，先简单的给它按扁，这个是一个镂空的。如果你们想要做实心的话呢，那会比较容易一点，实心的会比较容易一点，直接在一个粘土，就是我们在粘土上去贴就可以了。然后把边缘棱角先给它简单的掐一掐。为什么站不住啊？等一下我们快下课的时候，我教大家如何去如何去插铁丝让它站住啊？你稍等我一下，我们下课之后会给大家讲如何去把脖子和身体衔接啊，如何让这个人站立起来。好，
首先的话呢，老规矩就跟我们之前做微缩场景一样，需要把它的整个鞋底板的部分呢，全都给它就是掐一下，全都给它掐一掐。掐完之后的话呢，我们来制作这个鞋底的话，我们至少就给它制作出来了啊，制作出来了。那接下来的话，第二个部分的话是这个部分，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简单的给它概括一下，就是你自己想象一下啊，这个真的要看人的一个想象力了。你想象一下，把它展开，这个是它的一个下面，然后脚后跟这块是隆起来的，对不对？你可以把脚后跟隆起来，然后脚后跟的左右两侧是凹进去的，那我们可以把左右两侧就是给它这样凹进去，然后呢凹上去，然后再斜着下来，然后你可以给它就是，你看它俩是给它凹上去，然后斜着下来。好，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二个部分的一个展开图，大家以后要自己就是想象一下，这个就真的要看我们以前数学的那个什么三视图的那个学的怎么样了啊，得靠大家的一个空间想象能力，就是把它展开之后，我们就要用这个图案去把它制作出来了。好，我们下面就是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粘土去把这个颜色搞出来。真的，这个时候就真的要靠想象力了。然后大家的话，如果不确定的话，你可以提前用纸去画一个，就是纸样，画一个纸样，然后对着去制作。画完纸样之后，擀完粘土片，把纸贴上去，然后简单画一下。这样的话就不用靠你盲目的去猜想了。你盲目的去猜它的这个形状的时候，其实也挺麻烦的。所以你可以提前在纸上去画，去把我刚才画的那个图案给它画下来。好，先简单的擀一个薄片，厚度的话呢，就是稍微薄一点，但也不要太薄，太薄的话立不住，不太好做。好，我们接下来的话呢，给它去，先来给它修剪一个差不多是1.3厘米左右啊，1.3厘米左右的一个这样的小长条，然后我们先给它简单的围起来啊。这个时候一定要确保你的粘土它是比较薄的，一定要确保你的粘土它是不粘的，就是两个碰在一起不粘啊，千万别粘在一起。啊，首先的话，我们先去把它的这个下面给它搞一搞，后面给它搞一搞，然后给它围到前面来啊，我们先大致的搞一搞就可以了。啊，先把它就是大致的像这样贴上去，然后我们来去用我们的这个刀片啊，或者是压痕刀来确定一下，就是确定一下我们的最前方的这个位置在哪里。一般都是在脚前面，稍微往后一点点，这个大家可以就是这样，确保两边的位置它是对称的，然后再去给它，这个时候真的是，然后去把它多余的给它剪掉。我一般做的时候，我都是用一个比较就是笨蛋的这个方法。反正是研究研究它，反正是能够研究出来的。好，差不多两个的位置是平行的就可以了。然后接下来的话呢，给它就是往内去翻一下。往内翻的时候呢，它的中间是有一段这样的一个空隙的，所以说你在翻的过程中也是正好可以去确定一下它左右两侧的一个宽度的。好，这块是剪下来的，对，差不多跟皮鞋做起来是差不多的。然后我们来开始确定一下，就是这个区域还有这个区域的这个部分啊，就是这两个区域，自己去画。就是最高点，比如说他的鞋子在这个地方啊，这最高点我也估摸不住，然后给它下来到这儿，到侧面，
然后再上去，再慢慢的上去，然后到这儿，再下来。啊，差不多用刀片就是简单的就是标记一下它的一个大概位置就可以了。这边也是。啊，这个时候就要有纸样了啊，大家可以提前画一个纸样。看一下它的一个最高点在哪，在这儿。好，然后我们就把它拿下来。好，拿下来之后的话，你看上面隐隐约约是有一点就是这样的一个小痕迹的，我可以就是稍微把它刻画的明显一点，让你们看清楚一些。然后正好这个时候就可以去观察一下左右它的一个对称性。好，差不多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线条，然后我们把它修剪下来就可以了。这个一般我们在制作鞋子的时候都不会用这个方法，都是用第一种方法，那种一体的。好，剪完之后的话，把毛边用手去摸一摸，处理处理，就是用手怼一怼就可以了。因为粘土没干之前的那些毛边都是可以用手慢慢的给它抹平的。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就可以去给它进行一个粘贴，看一下我们裁切的就是怎么样。好，差不多的情况下的话呢，你看从侧面看是不是鞋子的一个大体的形状它就已经出来了。然后我们可以把这块稍微修剪一个小斜面，因为它的这块是下来的，所以说我们也要把这块给它做下来。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贴一点白乳胶，先给它贴上去啊，先给它贴上去。然后这节课的话，你们可以简单的就是先试一试啊，试一试。就估计今天的鞋子又是一个松糕鞋了。好，一定要把边缘给它对齐了。好，这样一个大体的这个鞋的这个侧面就已经做好了。然后用我们的工具把它的这个鞋子前方给它弯一点弧度来。怎么感觉做成了拖鞋？哪里像拖鞋了？说。啊，给它就是往前弯一个这样的弧度。好，这块的话是一定要弯一点弧度的，不要太过于笔直了。好，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把这个鞋子的前面的这个部分去给它进行一个制作。这块的话呢，就是我们用之前做好的这个粘土，算了，重新改一个吧，这个太硬了，硬了的话不好凹造型。对，实心的特别好做，空心的话呢，就是稍微难做一点点，最好是提前先用纸去做出来，然后你再去做这个，你就不会觉得容易做错了。好，下面的话呢，先随机给它切一块宽度。
啊，先随机切这么个方形，然后一定要确保这个它是能够包进里面的这个部分的啊，一定要能够确定。这块的尺寸我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具体的数值，靠大家就是自己去估摸着了啊，自己就是可以多尝试几次。然后前端这块是比较圆润的。贴一点点的这个白乳胶。以后大家遇到一些自己喜欢的鞋子，就可以用这个方法去把它制作出来。同样，这个也是要给它这样弯弯一点点的这个弧度，把它贴好。然后前面的这个你可以给它就是往外翻一翻，可以把我们这个棒针放在里面固定一下，把它们之间粘牢固一些。然后前面的这个部分的话，可以用我们的这个剪刀给它就是简单的剪一下，简单的剪一下。好，剪完之后的话呢，它是这个样子的。啊，这样子的，你看鞋面的话，它是这样倾斜下来的。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就是再来准备一块粘土片啊，去进行一个调整。边缘一定要做工整一些。你们想要加细节的话，比如说像你们之前说的什么牌子什么牌子的鞋，你们想要去加细节的话，你们可以去疯狂给它往上面去加啊。然后给它修剪一个小宽条。我给它修剪成了就是中间细两端宽的，要确保能够把这个前面都给它挡住。把刀片稍微弯一点。你说这节课上成了做衣服了，其实这个你们以后不是有那个做娃衣、娃鞋的，你们买一点小皮料子，你们也可以做。网上也有卖那种图纸的，我之前在那个闲鱼上面还买了可多，就是做娃娃的那种图纸，但是一直没有时间做。其实你们也可以去买点那个图纸来。啊，我现在在涂那个白乳胶。然后中间最细的这个部分啊，看中间最细的这个部分，我给它贴在这个前面的区域。剩余的贴在它的这个侧面的区域。然后这里的话，可以去剪一个这样的小斜坡。好，其实贴不牢的话是没关系的，用我们的工具放进去，给它调整一下，它差不多就已经贴牢了。然后最后的话呢，大家可以去给它就是粘贴一下咱们的这个鞋带之类的，那我们的一个简单的小鞋子就做好了。那鞋底的话呢，如果你觉得现在这个鞋底不太好看，然后你也可以去稍微再去擀一个粘土，稍微修剪一个粘土条，给它把它的鞋的侧面给它再去就是这样包裹一圈，
可以调整一下它整体的一个侧面的造型，让整体看起来会更加的精致。那在这里的话，我就不去添加了，包括侧面的一些花纹，你们也可以就是这样去给它进行一个按压制作。所以说这些的话，就看大家后期的一个制作了。那到目前为止，大家应该都简单的懂了吧？然后你可以去扎小孔，然后穿鞋带就 OK 了。啊，上面写字母，然后还有商标，什么都可以去进行一个添加。好啦，今天的话呢，我们这个小鞋子呢就示范到这里了啊，就示范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我们这个裙子部分的一个制作啊，进入到裙子部分的一个制作。得了吧，得了吧，这现在哪有空搞那些？以前的话还有空，现在都没空了。我估计过一段时间应该会有空。有空的话，我还要搞其他的东西，研究其他的。好，这块的话呢，我们就先放在这里。那接下来就是做左边，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开始制作它的这个裙子的部分。裙子的话呢，它是有那个就是我们之前做的那叫什么来着？百褶裙啊，非常的简单。然后百褶裙的制作的话呢，这个你们如果想要制作那种就是 JK 啊，就是 JK 那种格子裙的话呢，你们也可以就给它画一点那种花纹。我个人是觉得这边的鞋子会显得更精致一些，这边呢会显得比较简单一些，这边会显得腿修长一点，这边会显得腿比较就是那种肉肉的那种感觉。所以说两种鞋子的一个穿搭效果它是不一样的，那大家看一下自己的一个喜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制作一下它的这个百褶裙。首先的话，我们是需要给它擀出一个粘土片啊。这个我是因为上节课的这个案例的话呢，我们是紫色的眼睛，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裙子的话，我也是一个偏紫一点的这个颜色，大家可以根据眼睛的颜色来做这个裙子的一个搭配，好吧？跟不上了，你这是落了多少作业呀？这咱们3节课一个案例，你每一节课来听一下直播，其实都不用看回放，然后自己去，就差不多1天半左右的时间就能把这个搞完呀，就能搞完一个大案例呀。咋还会落这么多作业嘞？好，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把这个给它。裙子的一个长度的话呢，大家可以就是放上去，先简单的比对一下，尽量能够把膝盖的部分露出来是比较好的。我们差不多给它修剪到这个膝盖的地方，到时候在穿裙子的时候给它往上穿一点就可以了。我们在膝盖的这个地方去修剪，然后到时候穿裙子的时候把裙子往上稍微穿一点就 OK 了。然后我们多来几片。这个大家就是尽量在切另外一块的时候要测量一下，因为我的话呢就是切多了，它自己就能感觉出来是多宽啊。你们要是感觉不出来的话呢，最好就是自己去测量一下。然后接下来就是切很多个小梯形。点花笔和丸棒有什么区别？点花笔的话，它的那个头会比较小；丸棒的话呢，它那个头比较大。一般我个人叫的话就是大丸棒和小丸棒，但是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只不过点花笔它会小一点。我们在点一些眼珠子的时候会用到，或者是雕刻嘴巴、嘴角的时候会用到哈。这个的梯形的话呢，最宽的这个地方是1厘米，最窄的这个地方呢是5毫米左右，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喜好来进行一个制作。然后大家也不要担心案例特别难啊，我感觉已经是非常简单了，对于有一些同学来说。已经非常简单了。像这种偏简单的案例的话，大家可以多练一练啊，就是把自己的基础先打牢一点，不然你们到后期啊，昨天那个大伪娘是不是上了高阶课了？到了高阶课你会发现，其实咱们 Q 版的腿和正比的腿其实差的不是特别的大，就是会增加一些细节。所以说你们这种简单的腿要是都做不会的话，其实到后面也是挺困难的。咱们前期可以多练一练。上了怎么样？我记得我昨天还进去了，正在教那个腿部的一个制作。
正比的话呢，是因为它那个腿的长度特别的长，就特别13厘米左右的一个长度来做腿，就是粘土软了硬了都不好。软了的话呢，你在塑造细节的时候软塌塌的拿不住，然后硬了的话细节又塑造不出来，所以说就很麻烦。好，下面的话呢，我们切出来之后呢，开始进行一个粘贴。今天的话是一个放大版本的，然后在粘的时候呢，看好了，前面这块给它对在这个2个正中央的这个地方，下面这个小尖尖的话也是对在我们2个正中央的这个地方，按照这样的方式去进行一个粘贴啊，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这个尖尖放在上面这条线的正中央。另外一条线放在下面的正中央，然后多出来的部分，等一下我们可以给它去修剪掉。那这个是有的人问我这是秋天的还是冬天的，这是应该算是快入冬了的那种秋天吧。我也很纳闷，不知道为什么有的人就敢光着腿，我感觉光着腿真的好冷啊。然后这个裙子的话呢，怎么说呢？你们也可以制作一些冬天穿的那种裙子，那冬天的裙子其实跟这也差不多呀，没啥区别。光腿神器，哎，光腿神器那不就肉色打底吧？我买了 N 条，我都买了10几条了，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光腿神器，穿上去就是个肉色打底裤。14老师啊，14老师还好着呢，怎么了？啊，我们给它就是这样绕，就是绕成了这个样子。然后你们在这个，如果你们手比较稳的情况下呢，你们可以给它画一些就是边缘的一些小线条啊，还有竖线条之类的啊，一些网格，给它变成一个 JK 的那种小裙子。光着膀子在户外锻炼，那真的是中国女孩不可以呀！这中国女孩就是多喝热水。我感觉我就快老寒腿了，我一到冬天腿都抽筋。确保它们差不多能够粘起来之后呢，我们来去将刚才多余的这个部分啊，你看有的是多出来的，然后在边缘快准狠的去剪掉它。你要不快一点去剪掉它的话，它是有那种修剪的那种痕迹的，所以说要快一点去修剪掉这些刺头，哎，小小的这个小刺头。啊，给它修剪的整齐一点就 OK 了。然后接下来把它的这个上半身给它进行一个粘贴。我以前上高中的时候就穿一条单裤子，每天晚上都要抽那么2次筋儿，抽的人崩溃一样。然后给它粘上去，然后把我们的这个小裙裙给它穿上去啊。穿的时候尽量把膝盖的部分给它露出来啊。你确定好之后，但是因为我们今天做的这个衣服呢，它会比较就是偏厚一点，所以说这个褶子这个厚度它是凸显不出来的。那如果你上面想要做一个偏薄一点的衣服的话呢，就是想要做一个很薄的衣服的话，我个人是比较建议用棒针工具去把这个边缘给它打薄。就像我之前在制作那个樱桃小丸子的时候也是，做完之后呢，它这个因为它穿的衣服比较薄嘛，所以说我需要把它的这个下面的部分，就是上面这个区域，给它用工具按的就是稍微薄一些，然后再用切圆工具啊，用切圆工具或者是用刀片去把刚才就是擀薄的那个部分给它调整一下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地方就不再像刚才那么厚了。这个一般我们在制作任何的裙子，不管是百褶裙啊，还是普通的那种裙子，做完褶子之后，边缘这个地方都一定要给它压薄。压薄之后呢，去用刀片把多余的一些不规整的形状给它裁切掉就可以了。所以说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了。然后我们给它就是粘贴住。
啊，没想到这个紫色的也挺好看的。好，然后把它俩拼接在一起。啊，你看它的这个边缘是不是就没有那么厚了？它衔接起来相对来说会比较工整。然后大家就可以看一下，我把这边的腿挡住了。其实这个鞋子它没有什么差别，就是加了个鞋带，加了个鞋底。然后相比较这边来说，它可能看起来会更复杂，其实也没有复杂到哪去，就是多了点细节而已。所以说以后大家不要说看到一个案例，看到它那个什么什么，就觉得它简单啊，其实都差不多，只是细节少而已，难易程度都差不多。好，这个小裙裙我们就给它制作完成了，然后可以放在旁边。在这里的话呢，如果你们想要放的话，我这里还没有铁丝。你们家里的话肯定有那种什么花艺铁丝啊、细铁丝，我们可以给它就是这样插进去，然后前面给它挂一个钩，给它挂在哪个地方，这样的话你就不用担心它变形了，好吧？给它这样挂起来。你就不用担心变形了，就跟你们做花卉的道理是一样的。记住用一个细铁丝，粗铁丝不太好插。然后我先给它放在旁边啊，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开始制作它的这个外套。外套的话，这个它是偏厚一点的，所以说我们这节课要学会怎么去制作这个服装上的褶皱，还有如何让这个加了褶皱的衣服更有质感。其实它后期的话，还去加了一些阴影，去强调了一下这个褶皱，所以说看起来是比较有质感的。啊，以后大家可以尝试着去添加一点点的阴影。下面的话呢，我们会用到一个粘土是灰色的这个粘土，因为我的这个眼睛它是偏紫色的，所以说我用的这个灰色它会偏冷一点点，没有太偏暖。像左边这个案例的话呢，它是在里面添加了一点点的红色和黄色，让它灰色变暖了。但我今天的这个没有啊，我今天这个没有添加。干了之后不会开呀，不会开。你就是到后期的话，你要怕它开的话，你用我们的工具给它就是，用白乳胶给它粘住就可以了，轻轻的粘住就可以了。好，这个厚衣服的话呢，我们直接就拿一块比较厚的粘土来制作了啊。璎珞，你看这璎珞这嘚瑟的说。不需要插铁丝就能粘得住。衣服别的什么颜色好看？你画的什么眼睛啊？紫色的眼睛的话呢，哎呀，我个人的搭配色彩搭配也不太行。我一般都是需要去网上搜色卡，但我一般，像咱们不会搭配颜色的同学呢，就可以采用黑白灰的搭配，一般都不会出错的。好，下面的话呢，把这个粘土给它搓长条，按扁就可以了。一般我都是需要去网上找参考素材的。哎，没有办法，人老了呀，想象力不行了呀，配色能力也不行了呀，要不然我以前的成绩也就是素描贼好，水彩一塌糊涂。给它按扁，擀成薄片，然后这个薄片的厚度呢，大家尽量给它把控在一个就是3毫米左右，不能太薄，太薄的话那就成秋天的衣服了，我们那就成那种很薄的那种秋天的衣服了。我们做的是深秋的棉外套，所以说一定要厚一点啊，就尽量把控在3到4毫米之间就可以了。哎，奶黄色也不错，我可喜欢奶黄色了，很好，奶黄色很好。我一般搭配的话，喜欢白色加奶黄，白色加红色，白色加绿色，经典搭配永远不过时。鞋子永远是小白鞋、白袜子，这样就不用担心出错了，因为都是一些基础色。好，下面的话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整体的一个厚度，差不多是在一个3、4毫米，反正不是很薄。弯了的长刀片可以变直吗？你这是弯的过分了吗？你看我这弯了之后还是能绷直的。你那要已经是弯的绷不直了，那建议还是重买一个啊。下面的话呢，我们先把这个粘土，我看我们今天是不是1点半就可以下课了？下课之后点评作业吧。好，下面的话呢，我们来开始，测量一下你今天想要做一个多长的衣服。我们差不多就是能够把裙子的这个地方挡住，到这个区域就可以了，到这个区域啊，稍微挡住一半的裙子。上面的话可以给它多预留出一些这样的位置啊，多预留出一些位置出来。啊，对啊，
呀，我今天穿了一个，这是玫红色吗？我也不知道这啥颜色，就感觉跟我们今天案例的颜色很像啊。粉色里面加了点黄黄的那种感觉啊，把这个粘土稍微放在旁边保存一下，然后咱们开始去制作它的这个服装的褶皱。先把两端给它切掉。下面的话拿出我们的这个衣服的这个部分，差不多可以啊。像这种差不多就是长度什么都比较合适的情况下，我们开始去把它的细节就是处理一下。就是下面有棱角的地方的话呢，我们用工具去把它稍微给它就是摁薄一点，不要有那个棱角。就是你看。从侧面看的话，这个是小斜坡，就是不要有那么多的不要有这个四四方方的棱角就 OK 了。然后给它包上去，确定好这个之后呢，把脖子的位置确定出来。脖子的话，差不多是在这个区域。然后大家如果有气源工具的，就拿一个气源工具在这块扣一下；没有气源工具的话，就是给它去修剪一个这样的小三角形，然后用手给它怼一怼。好，前提的话呢，都要是建立在你的粘土不是很粘的这种情况下，你才能够进行以下的操作。要是太粘的话，那可就不太建议了。然后我们就是从中间的这个地方啊，身体的正中央的这个部分啊，身体正中央的部分，这块是要修剪掉的。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 V 字领的这种感觉嘛，我们要把这个 V 领也给它去按压出来。穿个水泥片片，绝了！你这说法很优秀。我竟没得说，因为你说的很有道理。在它们相交的这个区域。好，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啊，能够包在一起就可以了。好了，你看这样的话，一定要就是把这两个小缝缝呢，一定要给它就是贴到一起之后，这块是一个平面啊，这块是一个平面的。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把一些多余的不要的部分去给它们进行一个修剪啊，这些多余的不要的就可以把它们修剪掉了。中间这个 V 领可以稍微再开大一点点。好，把这块可以给它们掐住，掐住之后，用工具给它这样剪一刀，右边也来一刀。趁粘土的话还是比较湿润的情况下去调整一下它的一个整体的细节，然后接下来是它的肩膀的这个区域，然后把多余的这个粘土给它往上拨，然后我们用剪刀去剪掉这个多余的这个部分就可以了。好，这就是咱们的这个感觉就是穿了个水泥板板。然后你想要给它掐腰线的话，用手再把它的这个腰线的区域给它掐出来。就是肩膀这块偏窄一点点就 OK 了。然后衣服的话，从侧面看就是特别的肉啊，是因为现在的话就压根没有一点褶皱，所以说看起来一点都不好看。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就要去给它去按压一些
褶皱的部分了。首先的话呢，是先把它的这个拉链的区域先给它按压的明显一点点啊，先把它的这个拉链的区域按压的明显一些，然后是它的这个下方的区域啊，这块滚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去滚，千万别滚的就是宽窄不一样了。穿了个水泥墩子。用工具把它下面衣服的这个纹理按压出来啊，因为我这压痕刀前面这头已经钝了，哎，已经不是那么的锋利了，按压出来的线条也不是那么优美了。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边缘的一个工整度，千万不要按的就是七扭八歪的，一定要整齐一点。好啦，然后我们的这个服装的这个部分的话，拉链这块就已经给它强调出来了。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就开始去按压一下我们褶皱的这个部分啊。衣服的话，尽量就是给它把上面这块啊弄一个肩窄下面宽的这个部分，然后肩膀这个地方你可以稍微给它就是掐一掐。过分了啊！行，我这是水泥墩子。差不多就可以了。如果家里有那个凡士林的话，最好加一点点的凡士林。然后下面的话呢，来开始去刻画一下它的一个就是服装上面的褶皱。首先的话呢，是我们的嘎皱窝的这个地方，它一般的话呢都会有一些褶皱啊。我们先把棒针工具清理一下。水泥墩里面藏了个小鹿，滚蛋！你们才是水泥墩子。好。首先的话呢，肩膀这块一定要捏瘦一点，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嘎皱窝啊，也就是肩膀的这个下方的这个地方啊，给它往下简单的就是按压这么2下成 V 字形的这种感觉，下面也还可以去给它拐一个这样的小帮帮啊，这样给它轻轻的去滚压一下。好，这个就是一个褶皱了啊。然后接下来的话，这边也可以就是照样去给它这样去。就是滚压那么个2个褶皱。好，这是肩膀的下方的。然后咱们的衣服的话呢，它的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堆积感的，你可以把我们的这个鞋子掉了啊，你可以把这个衣服给它就是往下，就是这样给它就是稍微堆一堆，你看。啊，以后你们处理这种堆积的衣服的话，是可以这样去处理的，就给它往下滚，下面给它摁薄一点。好，就是这样子的。啊，延伸到它的一个后方，延伸到后方之后，从上面来一个这样的一个粘土给它滚下来，这里的话就有一点比较臃肿了。然后我们在中间啊，这个就跟我们之前教那个帽子的制作方法是一样的，去给它就是滚一下这样的一个褶皱，这个是比较常用的一个 V 字形的一个滚褶子的一个方法。好，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个侧边的这个褶子它就出来了，它就至少就是出来了一点。再去给它按压一下。好，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按压一下，就是
就是另外一边衣服的一个褶皱啊，也可以用同样的这个方法去进行一个按压。这个的话，你们可以去网上找一些衣服的图片啊，然后你看，把这个刀片我们这样斜着去按压，就是把这个下面的衣服给它按下去，上面的这个衣服的堆积感它才能够就是出来。好，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然后背后的话就是看你们想要做多少个褶子嘛，你们要是不想制作那么多的话，其实也可以不用制作那么多。好，这就是它背后的一个褶子啊，也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懂。就这样慢慢的去滚，因为粘土的话，它的膨胀度特别高嘛，所以说你得不停的去滚压它，因为过一会儿它就会膨胀没了。然后包括下面的这块，你看现在的话是鼓起来的，可以用我们的刀片，就是稍微给它就是往下这么一按压，看好了没？你稍微往下按压一下的话，它的效果会好一点。看懂了可以多试试。好，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它的这个服装的一些褶皱基本上就处理完了。然后这里的话，它是背了一个背包嘛，从它的肩膀的这个地方过来，所以说这个区域的话呢，我们是要用我们的工具给它按压一个小凹槽，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放它那个书包的这个背带的这个部分了。啊，给它按到这个区域就行。啊，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把它的这个小书包先给它制作一下啊，先把它的这个小书包做一下，还是拿我们刚才的那个粘土。你要穿太大码的话，那指定就不会有褶子了。你是要穿多大码的？像我一般都是比较喜欢穿这个大码的，宽松舒服。啊，然后这个背带的话呢，长条尽量就是稍微长一点点。我这做的褶子很容易，我一般喜欢压褶子，到那个用粘土片做褶子那块是比较难一点点的。谁说是建筑学院毕业的？老本行，这话太损了。早知道就用奶黄色了，你们就不再会说我了。但刚才没想到奶黄色，还是谁提醒了一下。好，我们接下来就是把这个长条给它放在这里面，放在我们刚才按压的那个凹槽里面。下节课的话呢，就是我们周六那节课，然后也是需要去制作褶子的。我做的这个偏胖了啊，你们在做的时候，如果想要做一个就是偏瘦一点的人的话呢，尽量就是给他衣服穿瘦一点啊。我这个就是稍微穿的有点太胖了啊，你们可以给他穿瘦一点，粘土片薄一点就瘦下来了。我这明显要比这个胖一点啊，你们可以做瘦一些。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需要先把它旁边的这个就是小背包先给它做出来，做出来之后的话，我们才能够做它的胳膊啊。要不然后期去添加这个小熊包包的话，还是挺费劲的。那这个包包的话，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进行一个添加，不一定非要是小熊的，其他的一些造型也是可以的。好，首先的话呢，就是揉圆按扁，因为这包包也不是那么鼓嘛，就是揉圆按扁。然后这小熊大家应该都特别简单，我这里的就是快速的给大家示范一遍就可以了。什么就框院了？我就直接改框院了，太可怕了。中阶能学好是极限了，没关系，你中阶学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好简单，你就想学高阶了。啊，一般这种包包的话呢，身体都会偏小一点点。然后大家可以换成白色的包包啊，其他颜色的包包啊，其实都是可以的，都是没有问题的。
秋装一不小心做成了冬装，是啊，你说尴尬不？今天都要是被热死了，结果做成了个冬装。然后搓成个小长条，粘在它的这个侧面的部分。这块的话，应该就不用多说了啊。就是大家就是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些小动物。小熊还是比较受欢迎的，我看好多就是那个有一个老师，他平时就可喜欢背什么小熊的包包，还有小鸭子的包包。小鸭子的包包也很可爱，你们也可以尝试着去做一做。谁呀？谁呀？谁呀？是你吗？我做的是你。翟阿姨，你说的对，但我也不是矿院的呀。弄个熊抱着，得，你们弄个熊抱着吧，或者是手里拿一个什么，奶茶、饮料，这不冬天了吗？啊，我今天做成了冬装，那不冬天了吗？大家拿点奶茶呀，拿点奶茶放手上。是啊，我没有说我不是啊，但人家也有艺术学院呀。啊，然后这样的话呢，咱们身体就给它做好了。接下来的话是整个耳朵的部分。那五官的话，我在这里就不添加了，大家课后自己去添加一下就 OK 了。对，跑温杯、泡枸杞，给它穿一点，就是在它的腿上面再去加一点褶子，肉色的丝袜。啊，我们这个老年的养生生活就可以了，就齐全了。然后甚至你们都可以把这个小熊给它搞成那种，就是偏向于毛茸茸一点啊，这耳朵有点偏大了，你们可以给它搞成毛茸茸一点的。只要你们不嫌麻烦，你们可以给它搞一搞，细节越多，它看起来就会越精致一些。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啊。军大衣，你过分了啊！这胖不胖真的是过分了啊！直接让我搞个军大衣那也不行啊！那我现在这是灰色，我怎么给你搞军大衣？谁今天谁我们这节课给他搞一个军大衣，或者是东北的大棉袄，可以交一下作业。这没交还不行啊，这。好，粘好之后的话，我们就可以给它就是粘贴上去了啊！一定要在粘贴上去之后，一定要去把这个背带给它，就是把这个带子的交界的地方，一定要给它去进行一个遮挡，一定要贴紧衣服了。然后贴完之后的话，你再去画眼睛，因为你现在在贴的过程中呢，你会把那个什么鼻子嘴给它弄变形，所以说你最好贴上去之后再去绘制它的眼睛以及它的这个领结。领结的话呢，你可以换成紫色、黄色之类的，就是不要再用这些同色系了，不然的话会给人感觉颜色特别的单调，好吧？那我们下面的话，这个整个服装这个部分就差不多制作完了。然后如果大家想要制作这个小口袋的话，它也是非常容易的，我们可以把那个小口袋给它添加一下。好，小口袋的话呢，也是给它搓一个长条，然后按扁，然后用剪刀给它就是剪一个这样的小口袋的一个造型。其实这个口袋它是比较简单的，然后我们找一个地方给它贴上去，
然后它不是贴上去就完了啊，因为有褶子的嘛，所以说你还是需要用棒针工具把该表现的这个褶子给它就是大概的轻轻的表现一下，因为大家很多人表现完褶子之后，你看它的那种压痕很明显，就是那种怎么说呢，就是你用工具这样的一个压出来的边缘两侧的那个压痕很明显，所以说你需要用棒针稍微滚一滚，去把那个很重的那个压痕稍微给它滚的就是自然一点，不要有一条棱在那里就可以了。啊，一定要就是滚动着去按压，一定要滚动着，然后我们再用工具去把它上面的那些就是走线简单的给它按压出来，就 OK 了。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口袋，然后另外一边的口袋大家也可以去添加一下啊。这块的话，那块已经挡住了，添加比较困难了。啊，这块的话呢，就是大家最好提前去添加一下啊。我这稍微添加的有点晚了。然后用棒针再按，轻轻的按压一下褶子。好了，然后2个小口袋的话，我们就已经给它制作完成了。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要来开始制作它的一个胳膊的这个部分了啊，就要来制作它的这个胳膊的部分了。就感觉奇奇怪怪的，穿了俩鞋子，奇奇怪怪的。好，接下来的话呢，这真的是好肉啊，好想捏一捏它。好，下面的话呢，我们来开始制作它的这个胳膊。胳膊制作完了之后，我们再去给它添加一下它的这个帽子的部分啊。帽子尽量放在我们最后去给它添加，因为害怕就是影响你的这个胳膊的一个粘贴。下面的话呢，我们还是拿出我们的灰色粘土。现在的话，我们就是直接随机就是拿一个，我们随机拿一个，然后搓长条，开始搓长条。就是粗细程度的话呢，尽量给它就是稍微细一点，不要太粗，差不多控制在一个就是6毫米左右吧，稍微偏细一些。如果你们想要制作一个超厚的羽绒服的话，你们可以做粗一点，差不多就是在一个6、7毫米的一个粗细程度。不确定的话，可以放上去比对一下，看看它的一个长度是不是合适的。然后我们接下来开始去裁切，差不多与裆部啊，大家可以差不多比对一下内部的一个裆部，也就是到我们这个边缘线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胳膊的一个长度。大家可以简单的就是标记一下，然后用剪刀把它的这块给它剪下来，就差不多也就是到它衣角的这个部分。啊，内部的话也就是到它这个裆部啊，因为看不到啊，你们可以就是稍微比对一下，只要你的胳膊不要长的离谱，短的离谱，那一切都是没有问题的。拜拜，水晶球，赶紧去补作业吧啊！做个貂，这真的是绝了，还要做貂。好，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来开始进行一个胳膊的制作。胳膊上面的话也是有一些小褶子的。我们现在的话，先把这个另外一个胳膊先给它放下来，然后你随便找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边缘，先把这个地方稍微给它按扁一点，然后左右两侧收一收，就是按扁之后左右两侧稍微收一收。收完之后，这个边缘线的话，我们也要去给它进行一个边缘棱角的处理，然后拿出我们的玩棒工具放上去，用手捏一捏。因为这块要有凹槽的原因是到时候要放它的这个胳膊的这个部分，就放它那个小手，所以说这块要有个凹槽。弄完凹槽之后，它的尺寸会变大，所以说你得再给它收一收就可以了。这样搓一搓，收一收它这个总的直径。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就开始进行一个褶皱的刻画。它不是在这块粘贴嘛？
然后从我们的嘎吱窝的这个地方的话，也是要去给它就是往上去滚压一些这样的褶皱的。记住不要这样简单的按，你的这个刀片，你的这个棒针的话，它是要学会自己去拐着弯去按压纹理的，好吧？要学着拐弯按压纹理，还有就是下面的这个地方。好，这是正面的一个简单的纹理的一个按压，然后背面的话也是要给它来一个这样简单的一个纹理的按压，啊，就是这个样子。其实胳膊上面的话不用按太多纹理，有时候太多的纹理会显得你的整个作品乱糟糟的，就是纹理太多就会显得很乱，所以说不要添加那么多的纹理啊，一定要适当，大不了不添加，都比那种添加太多要强。好，给它放在我们的这个胳膊的左右两侧。就 OK 了，然后接下来的话，拿出我们的另外一个粘土，这块的话，前面这个一定要给它就是贴紧了啊。有弧度吗？什么弧度呀，小饼干？拓脚一下羽绒服，那等一下我们下课之后的话呢，我去网上搜一个吧，我不搜还真不会啊，我得搜一个，因为羽绒服它比较简单，褶子很少。羽绒服的褶子特别的少。羽绒服的褶子它还是，等一下你们看了就知道了，它那种大褶子特别少，主要就是小褶子的一个细节刻画。拐弯啥意思？那你等一下我们再看一下啊。首先的话呢，我们需要去确定一下这个胳膊的一个粘贴位置。确定好之后呢，比如说它的胳膊是这样去弯曲的嘛，所以说我们需要在中间内部去按压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关节之处，我们在整个胳膊1/2的这个地方去进行一个按压，然后跟我们之前的方法是一样的，左右去掰一掰，然后给它掰回来。胳膊肘的话，这块也要给它去调整一下，然后拿出我们的这个棒针工具，在胳膊肘的这个地方的话，你可以就是看好了啊，把边缘的这个土稍微给它滚到这边来就 OK 了，就是把这个土稍微往那边滚一滚就行。然后我们接下来把它进行一个粘贴。拐弯的意思的话，就是不要让这样去按压，这样的话有时候是可以的，但是你尽量给它稍微就是这样拐一点。你看它至少是带有一点弧度的，它要比这种就咔咔摁2下的话要自然很多，是不是？然后这个尖端的话一定要给它对齐了。那除了这种褶皱的制作方法之外的话呢，它还有一种褶子的话是这样子的。就是把这之前不是教过大家吗？然后中间再给它按一道，就是刚才咱们做衣服的这个褶子，啊，这个也是比较常用的一个褶子，Y 字形的褶子也是我们比较常用的一种褶皱的一个制作方法。对，就是压痕一定要稍微拐一点点的弯，带一点点的弧度，就不要太过于僵硬了。然后你看这个时候给它粘贴上去，然后这块的话被我们的熊猫给它挡住了，那你就被我们的这个带子挡住了，那你就把胳膊稍微往前一点，或者是摁着它。这块的话稍微摁着它一点都没有关系。你看这块其实胳膊拿起来这块都被摁变形了，这个没关系，只要它外部的一个整体的效果是好看的就行。可以适当的给它按压，在做的过程中，你的这个地方是很容易很胖的，就是很壮，就是从正面看是很壮的。啊，你尽量要给它往下摁，还有这个都要给它往下摁一摁，不要让它显得那么的壮硕。纹理按没了，再去添加新的纹理。这块你想添加的话，也是可以添加的。好，尤其是这块的区域，一定要适当的去收一收。啊，这样的话，它整个身体的一个部分就已经制作的差不多了。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去把它的手掌进行一个添加。最后的话，我们再去添加一下它的一个帽子的部分。啊，你看胳膊粘上去之后稍微收一收，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来制作一下它的这个手掌的区域。手掌的话呢，因为这块是拿了一个袋子的，我给你拿一下我那个袋子，我这个袋子都在这里呢，看到了没？拿一下我的这个小袋子。他的手上的话呢是滴溜了一个袋子，所以说他的手掌是需要弯曲一点点的这个弧度的啊，所以说你们也可以就是做一个包包呀什么去拿在手上，这样的话看起来就不会显得那么的单调了，好吧？那接下来等一会儿我们课程快结束的时候再教大家这个袋子怎么去制作啊，也是非常简单的。我们接下来的话拿出我们的肤色粘土，放大了手还挺白的。啥呀？你说我这个手吗？算了，我不接你们茬了。我真的是，哎呀，我这一边上课一边接茬，我接不住啊，理解不了大家的意思。好，这个手的话呢，就是稍微小巧一点。我这个手加起来的话，它的总长度也就是一个，1厘米呀，就是1厘米左右的一个长度。所以说不要把手做的太大了。好，下面的话呢，我们来给它搓一个长条。首先把不要的放旁边。然后用我们的手掌先给它简单的去按压，把手掌的这个部分掌心的部分按压出来。这个掌心的话呢，它差不多也就是一个7厘米左右，你们可以放上去看一看它这个手掌是不是做大了，大了的话你是要修改的，好吧？差不多就是7毫米左右的一个样子。然后我们在这个关节之处往下一点的这个位置啊，往下一点的这个位置搓一搓啊。包括好像我哪节课来着，我看很多同学都不搓这个手腕啊，搓完之后它的一个侧面图是这个样子的，是这个样子的，鼓起来的啊，我画的夸张了一点，你一定要把这个区域给它搓细一点，很多同学都不带搓的，左右两侧也要给它搓细一些。好，下面的话呢，我们先来做这边的手掌，这边的手掌的话，大拇指是在这个区域，然后我们在它的这个侧边进行一个修剪。脚丫子大对比，你看比脚丫子小多了。好，记住啊，是在我们整个手部的1/2偏上一点点的位置，看到了没？就是整个手掌1/2是在这个地方。然后偏上一点的位置是大拇指的一个指尖的这个区域，然后我们去斜着修剪一刀它的大拇指，然后再竖着修剪一刀，把这多余的拿走，然后把这个缝隙调整一下。正面的话一定要去特意的去调整。好，然后拿我们的棒针放上去，手大拇指给它往前去轻轻的推一推，然后这个指缝这块要调整一下，把大拇指搓细一些，手掌需要给它按薄一些。因为它是这样拿袋子的嘛，你们拿东西不都是这样拿着东西的嘛，所以说你得把这个大拇指往前，然后手这样攥起来，这样就能够把这个东西攥起来了。所以说你得把大拇指给它稍微往前，就是推一推。啊，从侧面看的话，它的这个手掌是这个样子的，正面看是这个样子的，侧面啊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来开始修剪一下它的手掌，这个就要看你们自己想不想修剪了，不想修剪的话也是没有关系的。在整个手掌1/2的地方去把我们这几条缝给它按出来，然后给它去分组啊，我那个不太好用。你们如果懒得修剪，不想修剪的话也没关系啊，也可以不用修剪。当然不用戴手套。扛冻没办法，你说就是这么扛冻，这么耐造，这光着腿了都光着腿了，还怕这手冷？中间那个三角形记得就是稍微剪少一点，不然的话你的手会非常的细，就细得过分了啊。然后我们接下来用压痕刀
把中间这个指缝的地方调整一下。先简单调整指缝的区域，然后再去调整一下长短区域，把小拇指稍微剪得短一点，然后前面的这几个手指剪完之后呢，可以给它们稍微拨开一些些，用手稍微把指尖的区域用手调整一下。它们都掰出来调整，这样就不怕它们粘死了。调整圆润一些，你看这样的肉鼓囊囊的这个小手的话呢，它就已经给它制作完成了。然后正面的话呢，一般都是会偏粗糙一点啊，这是得谁做它前面都会粗糙。所以说你看有很多的小毛毛，用工具刀轻轻的就是按压，把那些小毛毛给它按压掉就可以了。然后这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小手掌的一个制作。然后拿我们的棒针放上去，弯曲一点弧度。不要把手指封的那么紧，不然的话，你到后期做的那个带子就没有办法放进去了啊。还有就是把手腕这个地方也稍微搓细一点点。就是这个样子的一个手掌。我们这个手的话，手的话呢就已经给它做完了，然后我们用剪刀把这个多余的这个部分给它修剪掉。然后这块的话不用调整那么多细节了，稍微把左右两边收一收就可以了。然后拿出我们的棒针，戳一点白乳胶。做手指头用弯头剪有什么好处啊？没有好处，只是因为我的直头剪落家里了，所以说我工位上有弯头没有直头剪，最好用直头剪啊。做发片的话用弯头剪会比较好一些。这样给它怼一怼。然后边缘的话呢，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稍微把胳膊拿起来一点。给它拐个弯儿，然后把那个我们袖子不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收口的地方的吗？一般在正常的情况下的话，在正常的温度情况下的话，到目前的这个地方，一般粘土都不会干的，只是因为直播间太过于热了，闷热了，所以说它干的会偏快一点点，不太好塑造，但我们也要去把它压出来。就是这个样子的，一定要把这个袖口这块压出来，就是给它往下压就可以了，往下去压。这样的话一个小袖子就制作完成了。那接下来的话呢，去把另外一个手指的话，它是这样的一个造型。鸡爪是因为剪得太细了，你稍微剪一点就可以了。然后另外一个手的话，它是这样的一个造型，你们在做的时候可以自己去摆个动作。然后它差不多也是这样的一个，跟它差不多是一个造型，只不过这个手稍微往就是这样子了一点，由这样子变成了这样子，就是层层叠加了，变成这样子的一个动态了。变成了这样子一个动态了，所以说我们还是需要做一个同款造型的，就是手，然后把它这几个就是参差一点点，就是错位一点，不要这样并排了，就稍微错位一点就 OK 了。然后我们接下来再去搓一个长条，开始制作另外一个手掌。粗细程度的话一定要确定好就是两个粗细程度差不多，然后用手去把这个边缘按扁，
摁扁之后，整个掌心它的厚度的话稍微厚一点点，就是不要太薄了，不要太薄了。一般咱们制作这种3.5呀、2.5，它这种小 Q 的人物的时候，手都会肉囊囊一点，不会特别的纤细。除非你们在制作一些正比啊，或者是就是比较难的这个 Q 版的时候，它的手会纤细长一点，那你们就要把每根手指剪细一点。但一般情况下，咱们做这种小的手都是要肉一点比较好看一些。好，差不多就是7、8毫米左右的一个掌心的部分，然后先把手腕给它表现出来，把多余的给它剪掉，一定要把手腕做出来啊！然后开始去修剪一下它的这个大拇指，在侧面去剪一刀，竖着再剪一刀。然后这个拉痕你一定要去正面看，正面是最容易就是有拉痕啊，就是抽丝的那种情况了，很粗糙的就正面。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放上去，给它往前推。好，推完之后，你看这侧面的修剪痕迹，就用手给它抹薄一点就可以了。然后用我们的这个棒针工具去把它的这个手指中间的这个连接点给它赶出来，轻轻的赶一下就可以了。好，然后接下来的话是把它的这个手掌给它做一下。手指不用那么尖尖的，把尖尖的地方戳一戳。看大拇指的话，稍微往外一点，这样给它稍微调整一下，就 OK 了。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用刀片，在整个手掌1/2的地方先简单的去画一下，然后把手指头粗细先给它区分开来，这样你就不用担心剪坏了。背面很容易平整，那这样你要是这样去剪的话呢，这面也是平整的，这面是糙的，这就看怎么去剪了。剪的时候要快准狠一点。你剪的时候别拖泥带水，它一般都不会特别的糙。啥咋整？这个小指头一定不要方方的啊，稍微给它调整的圆润一些。好啦，做好之后的话，一定要让每根手指之间保持一点的距离，千万不要让这几根手指连在一起了。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就把它这个手指的造型给它表现出来。像这样，刚才不是这个样子窝的嘛？这样斜着去窝。这是啥土啊？这好像我今天用的好像不是小戈笔，妈呀，它弯不住啊，这好尴尬呀。这手弯不起来是最尴尬的。好，那最终的效果的话，大体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就跟刚才不太一样，它的这个几根手指是这样斜着去给它往下去弯的，斜着去给它往下弯的。你看刚才的这根手指
两根手指弯的这个造型其实都不是特别一样的，这个就直接给它弯下去了，然后这个是这样斜着给它弯的，然后这个大拇指的话，你可以让它就是这样往外翘一点点。手背的话，要是有点鼓的话呢，用我们这个棒针底上面，然后把你的手背给它推一推，给它推的薄一些，不要让手背看起来肉鼓囊囊的。你看这就弯不下去了，粘土已经膨胀的很狠了，就是已经塑造不下去了。好，就是这样的一个造型。我等一下得换小钢笔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造型。等一下换小钢笔呀，这真的是玩啊，这是。好，大体调整一下。好，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造型啊，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造型。弯好之后的话，就是用工具啊，根据我们刚才的那个方法去把袖口制作出来。这个的话，真的要看你自己的粘土的一个干燥情况了。我的反正是干的透透了，我大体给它就是凹一凹吧。大体上还是可以凹出来的。如果你们粘土干燥慢一点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之前就是等它干了之后，半干的时候做的。好，然后我们这个手的话就制作完了。最后的话，我们一起来添加一下它的这个就是帽子的部分啊，来添加一下帽子的部分。等一下有时间我们就是用那个什么做一遍啊，小钢笔做一遍，这真的是够了，这个土就稍微干一点它就膨胀，就根本就塑造不下去细节。好，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开始制作帽子。帽子的话呢，冬天的帽子它也是会偏厚一点的嘛，所以说咱们给它先擀一个长条，按扁厚度的话呢，差不多给它控制在2到3毫米之间就可以了。跟我们之前做那个就是大老虎那节课的方法是一模一样的啊，是一模一样的。给它先切一个就是比较大的，先给它的这个帽子的一个长度先给它确定下来，差不多是在1.23厘米左右的一个样子，然后再给它切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这样的三角形，一定要确保它能够把咱们的整个就是身体给它这样围起来。我们从拉链的这个地方开始啊，先给它上去比对一下。一定要放上去比对一下这个长短，然后去修剪掉这个多余的这个部分。好，对比完之后的话，我们接下来就是去把它边缘的这个棱角给它用手去捏一捏，就是摁一摁，让边缘呈现出一个小坡度，就是一个小坡度，而不是一个有棱角的部分。内侧也是，又要水泥片了，你过分了！再用咱们之前上微缩场景最后一节课那个做石块的方法，你去给它上个色呗，那才叫石块呢，真的是。好，一个小月牙，尖尖的这个地方切记不要太尖啊，不要太尖。边缘的话一定要给它就是稍微捏薄一点，就是这样的一个边缘，就是这样的一个小薄片。然后我们给它贴上去，
得粘不上去呀。好，你看这样就给它把它围上去了，围在那个拉链的这个放拉链的这个部分，然后把边缘这块处理一下。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用一个干净的棒针啊，就是戳了白乳胶之后，一定要把白乳胶戳掉，不然它就会粘在我们的作品上。然后这个边缘的部分的话，也要去让它与身体之间稍微贴得紧一点。然后你们可以就是稍微拐这个弯儿，去按压那么2、3条这样的一个褶皱就可以了。啊，稍微按那么1、2条就可以，不用按的太多。好，我们接下来的话呢，来制作一下它的这个毛领的部分。所以说，为什么之前让大家去把脖子留长一点啊？你要是不留长，到时候毛领一夹，你那个头都没地方放了。镜头调一下，镜头怎么了？是太近了是吗？稍微调大一点啊，因为做个雷锋帽，那真的是你等我一下，我得搜一下雷锋帽长啥样。好，我们接下来的话就是搓一个小长条，然后这个尖端的话稍微给它搓的细一点，然后绕着咱们的这个帽子的这个边缘的部分，给它这样围起来啊！你不用这样围着脖子，你稍微往外一点都没关系啊，稍微往外一点，你千万别围着脖子了，围着脖子就过分了啊！哦，好嘞好嘞 ，OK， 懂，收到。啊，就是这样去给它围一围就可以了。然后现在看起来是比较高的，那大家可以用那个7本针，因为这个太高了，看起来是比较难受的，所以说你们得给它往下稍微按压一下。因为白乳胶粘不住啊，那就把底下粘牢一点。然后我们等一下来说一下它如何与头部之间进行一个衔接。下面这块一定要给它就是适当去刮一刮，给它往下稍微摁一摁，戳一戳。好，然后这样的话，它的一个这个毛领的帽子就已经制作完成了。然后制作它的这个如何将它衔接呢？就是拿好我们上节课做的这个脑袋，我们在正中央用这个切割刀，然后像这样啊，就是给它插进去，再这样插进去，差不多一个小口就出来了。你用刀一挑，它就能够把那个你刚才切的那个地方，把它挑出来，包括侧面。啊，挑的时候稍微慢一点，啊，它就能够挑出一个坑。然后呢，我们可以在里面去插一根铁丝，像这种铁丝的话呢，在制作正比的时候会比较常用一点，因为它会偏粗一些，插的会更牢。但是咱们在制作这种小 Q 版的时候是不需要这么粗的啊，拿一根比较细的就可以。在插之前一定要斜着去剪一个这样的小尖尖，看到了没？一定要剪一个这样的小尖尖。然后从它的脖子的正中央的地方，一定要把这根铁丝做长一点。啊，一定要等作品稍微干一点，你不然你现在就捏扁了。一定要等作品稍微干一点再去进行一个穿插。然后你看插完之后呢，从正面看它的脖子这个地方啊，就是特别的长，这块其实是有一点奇怪的，所以说稍等我一下，我把这个往里去穿插一下。
所以说你在插的时候得往下怼，然后这个下面的头发就是插在你的帽子里，你也不用管它，就是一定要稍微靠下一点点，这样的话它看起来才是比较舒服的。把毛领稍微再给它往下按压一些就可以了。然后前面的这个小拉链的部分的话，大家也可以，你看这块都按扁了。小拉链的这个部分的话呢，其实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小梯形，然后最后我刷上了一个白色的这个丙烯颜料，然后你们也可以随意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些小拉链贴上去。我就是搓一个水滴形，然后给它把那个小尖尖就是剪下来，然后我的这个小拉链就已经完成了。就是可以稍微添加一点细节，它看起来就没有那么粗糙了。最后的话，你可以再看一下整个作品的话呢，看上去它的颜色是很单调的，就是尤其是整个服装部分的一个颜色。所以说你后期的话呢，是需要给它就是，你看这粘土都蓬没了。所以说你后期的话是需要去添一些这样的小图标，去给它进行一个颜色上面的一个装饰，让它颜色看起来不再是那么单调了。比如说我们弄一个小圆片，然后给它按薄一点，贴在我们的胳膊的一个侧面的区域，然后呢你可以用棒针去围绕着它一圈，给它插一点点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走线，来增加它的一个精细程度。当然这些走线一定要戳的稍微就是小一点密一点就可以了。然后除了紫色的话，一定要去添加一些黄色之类的，让它颜色稍微亮一点，不然整体都是蓝色调的，没有其他的颜色了啊。稍微添加一些点缀色啊。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衣服的话就差不多做完了。然后最后的话来教一下大家如何去凸显它的一个质感，因为现在它这个颜色就很单一。那我们下面的话就需要去找一个你们之前一个比较粗的勾线笔，等它干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拿来使用了。直接用白色也可以，因为我当时是用灰色做的，后来觉得不好看，刷了一层白色。然后我们需要去找到一个比这个颜色稍微深一点的灰色啊，因为我这颜色还是挺有限的，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深浅不一的灰，我就随便找一个。然后在它的这个就是缝隙里面轻轻的就是刷几下，一定要淡淡的去刷几下。你要是刷的不太好的话，它容易脏，所以说一定要轻轻的淡淡的去刷。找一个同色系的比这个颜色稍微深一点的颜色，它就不会显脏。少量多次的去添加啊，去把它的这个皱纹强调一下，褶皱强调一下就可以了。啊，切记这个颜色千万不要刷的太过分了，就简简单单强调几下就可以了。要是白色羽绒服就没有必要了哈，白色羽绒服就没有必要了啊，那刷完估计就脏兮兮了。这个只是看个人的一个喜好，有的人不愿意添加就可以不用添加，因为也添加不好确实是会显脏的。只是给大家就是科普一下，就是如何让作品更有质感，就是添加一些这样的一个阴影，强调一下阴影就可以了。那最后的话呢，如果想让作品更加可爱的话，粉嘟嘟的话呢，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可以在我们的膝盖的地方淡淡的刷一点粉，就在膝盖尖尖的地方淡淡的去刷一层，还有就是脸颊上方、鼻子尖尖，一定要就是一点一点的刷，千万不要刷太多。还有下巴啊，有下巴的同学也可以给下巴稍微上一点颜色啊，就会让它看起来有点像美丽动人的感觉。
然后接近眼睛的地方可以颜色深一点，然后慢慢的给它往下晕染一下。不好看啊，就给它正常画腮红就行了。好啦，那这个就是最后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添加啊，这个颜色不能太深，稍微用手蹭一蹭就可以了。然后还有什么呢？我们还有什么没有教呢？想一想，差不多都教完了吧？然后大家不是还想要做一些其他的东西吗？然后目前对于本节课程的一个案例有什么不懂的，大家可以说一说，简直是一个大姐姐带着小妹妹呀。好，然后大家现在的话呢，对于本节课程的内容还有一些什么不懂的呢？我们可以来提问一下。你看，就是你要是不添加这些小细节的话，其实看起来是有点普普通通、简简单单的，就是没有那么看起来，哎呀，太简单了，那它得啥细节也没有。所以说一定要添加一些这样的小标志。很多冬天的羽绒服上面不也有这样的标志吗？我也不知道这标志是干嘛的。对，手里的袋子没教，我给忘了啊。然后这个袋子的话呢，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我就是拿一个水泥板吧，做一个水泥袋子，不，做一个蓝袋子，像摔的，补了盖摔红了，啪啪抽你，是不是你推的？是不是你推的？你给人家推倒了，人家补了盖红了，站出来勇敢的承认错误，是不是你推的？啊，这个袋子的话，其实也是非常容易的。首先的话呢，是你需要先去确定一下袋子的。我想一想啊，我以前的这个产品的包装可没有白学。首先的话，你先确定一下这个宽度是多少。先用我们的刀片按压出，简单的按压出一个袋子的这个宽度的部分，然后再想着展开图，想一下这个袋子的这个宽度啊，这个宽度前面的这个宽度。好，这个就做完了，是不是？给你们镜头拉大一点。头装上去就看不到白毛毛了，是可以看到的，可以看得到啊，可以看得到啊。看到了没？就是咔咔，就是画了这么几条线，这么一条、两条，画了这么2条线。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要确定一下这个袋子前面的这个高度，然后给它把多余的剪掉。你们最好用尺子量一下啊，最好用尺子量一下。以前的纸盒子没白折，我跟你讲。好，然后在折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左边的这个长度呢，这个长度等于侧面的这个长度啊，这个长度等于侧面的长度，就是这一条等于这条，它俩是相等的啊，一定要注意，它俩是相等的。把它折过来。我上大学就是折各种各样的纸盒子，我跟你讲，没白折，我毕设就做的产品。那折盒子折到熬通宵折盒子，我跟你讲，折到崩溃。然后侧面给它衔接在一起。然后去把多余的这一部分给它咔修剪掉。好，这样的一个袋子就折完了。折完之后的话，你在中间稍微按一下，把这块稍微收一收，